英国通灵师帕克在跨年的一场直播里留下了一段令北京汗毛直立的话。他说，从2026年起，中国将进入一个视觉化的内部分裂时期。他说，会有薪水发不出来的工厂，会有冻结兑付的债券，会有一场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灾难，可能是一次火车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有关。他说，有一位高级官员会神秘失踪或暴毙，而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将急剧恶化，整个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终结的开端。一个香港的标志性建筑将会成为这场大裂变的引信，整个世界都会看见。短短4个月过去，我们突然发现预言的每一块拼图竟然都在自动归位。香港确实烧了，建筑物倒了，中央电视台屏幕上突然标出896的数字，被当局慌忙撤下。一场本该在去年10月举行的4中全会，原本被外界期待会处理人事问题，却在最后一刻只谈“15+5”规划，半个字都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去留。11名人大常委会委员集体缺席，多名上将下落不明，马兴瑞被查，何卫东被换掉，张又侠也传出已被拿下。彭博、路透、纽约时报全部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中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这一切都比不上4月发生的2场戏，最让习近平难堪。第一场戏，主角是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第二场戏，主角是已经躺在毛主席纪念堂2楼走了快4年的江泽民。一个是活人在台前出卖他，一个是死人在幕后勒索他，一前一后把习近平逼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落。今天我们就来把这2件事掰开揉碎，告诉你帕克的预言为什么这次真的要应验了。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到2026年4月14日北京西郊机场。那一天，刚刚在4月7日2度当选越南国家主席的苏林带着夫人吴芳礼走下舷梯，北京的礼宾规格给足，红地毯、21响礼炮，国宾车队。新华社破天荒用了30分钟新闻联播一半的时间来报道这场会晤。按理说，这应该是习近平在2026年最体面的一场外交秀。为什么？因为苏林2度当选国家主席之后，把第一个出访的国家给了中国。早在2024年8月，他第一次当选越共总书记时，就把首访给了中国，2次首访全都选了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反复强调，这充分体现了越南对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苏林一下飞机，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立刻转乘复兴号高铁，前往河北雄安新区参访。据新华社统计，他在访华短短4天里，居然2度搭乘中国高铁，第一次去雄安，第二次从北京一路坐到广西南宁，路程超过2400公里，车程约10小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杜兰笑着对中新社说，苏林乘坐中国高铁，人们从中读出了越方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中国的官媒简直要把苏林捧上天了，他们把这当作一个实锤信号，越南要全面对接中国高铁技术，中越马上就要车同轨书同文了。连苏林本人在会晤中也亲口建议双方优先铁路合作，双方共同见证签署了17份合作文件，从党际合作到公安、司法、海关、人工智慧、半导体、物联网、职业教育，无所不包。越南民营联航越捷航空更是当场宣布租用10架中国商飞的 C909 型客机。习近平亲自宣布启动2026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他在会谈中说了一句沉甸甸的话：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是中越两党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清楚，老弟啊，咱们是社会主义兄弟，你可不能和西方搞暧昧。苏林满脸笑容的点头，他说，这是我当选越南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也正值习总书记去年对越进行历史性访问1周年，充分反映了邻里越走越亲。他说，越方坚定把发展同中国关系作为头等优先。整场戏演得天衣无缝，摄影机捕捉到的握手镜头足足长达20秒。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在朋友圈里写下感想，说这是中越关系最热络的时刻。然而，这出戏在4天后完全变味了。4月12日，也就是苏林动身来北京的前2天，
越南境内悄悄举办了一场奠基典礼。这场典礼地点选在广宁省，主题是河内到广宁高速铁路项目正式开工。整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47万亿越南盾，折合美金约56亿，新台币大约1760亿。建成后最高时速350公里，河内到广宁单程只要23分钟。这条铁路看起来和中国似乎没什么关系，但背后的故事却让北京彻底炸锅。承建方是谁？是越南首富范日旺旗下 Vingroup 集团的 Vinspeed 高铁投资开发公司。技术提供方又是谁？不是中国中车，不是中铁建，而是德国西门子。德国西门子交通集团负责设计和交付以德国国铁 ICE 高铁为基础的高铁列车和信号系统，并承诺逐步技术转移给 Vinspeed。更扎心的是，这个项目的技术标选用1435毫米的标准轨，而不是越南过去常用的1000毫米米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越南未来的高铁主动脉将完全脱离中国轨道生态圈，直接接入欧洲体系。中国自媒体看到这个消息简直要疯了。网易、微信、各种公众号上标题一个比一个火爆。中国方案被放弃，河内留心眼。德国方案造价高出中国方案近 20%。越南为什么还是选了德国？中越车同轨已为期不远，这只是越南留给中国的最后温情面纱。台湾中央社直接点名，早在去年12月，西门子和 Vingroup 签订合作协议的那一刻，中国舆论就已经开始攻击越南高铁建设。等到4月12日奠基典礼一办，等于是当着习近平的面把脸打得啪啪响。2天后，苏林一到北京，先搭中国高铁笑得灿烂，再转头把1000亿级的高铁大单塞给德国人。这就是越南人著名的竹子外交，根扎在土里，叶子却可以随风摇摆。竹子不选边，竹子两边都讨好，竹子内心只算自己的盘算。苏林这个人一定要好好说一说，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越共领导人，他是公安系统出身的。1979年从越南人民安全大学毕业后，他在越南内务部一路爬升，从处长、副局长、局长、副总局长，到2010年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2014年晋升上将警衔，2019年晋升大将警衔，2016年到2024年担任越南公安部部长，长达8年。8年的公安部长生涯，让他练就了一双看人下菜的本事，更练就了一身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本事。2025年7月，苏林实施了越南行政区划大改革，把63个省合并精简至34个省，10035个乡精简至3321个，把省县乡的3级管理模式推进为省乡的2级管理模式，精简10万名公务员。这个改革到2026年到2030年间，预计可节省约190兆越南盾，折合美金约72亿。光看这个魄力，就知道苏林不是省油的灯，他做事不讲情面，动刀就见血。2025年8月，苏林以越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这是李在明上任后首位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同年10月9日到11日，他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庆典。2026年2月21日，越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时承诺，美国将很快把越南从因国家安全原因而限制出口的国家名单中移除。把这条时间线串起来看，你会发现苏林这位越南领导人玩了一手多么漂亮的牌。8月跟韩国深度结盟，10月跟朝鲜拜码头，2月跟美国拿到出口豁免，4月跟中国笑脸合影，同时把高铁大单塞给德国。一个人在几个月内密集走访4大强权，每一站都拿到实质利益，每一站都不得罪任何一方。这种外交平衡艺术，习近平在4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上根本没看穿，或者说他看穿了，但是他没办法戳穿，因为一旦戳穿，意味着中越关系要降温，而中越关系降温对2026年的习近平来说是无法承受之重。中东战事让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川普关税让中国对东盟出口面临重组。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也是中国全球第4大贸易伙伴。
2025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2564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2026年第一季度，越南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3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34.4%。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原材料、零部件、机电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越南输出。换句话说，越南是中国在川普关税围堵下的最后一个经济氧气口。苏林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敢笑着踏上中国高铁，再转身把订单给德国。他知道习近平不敢翻脸，他笃定了，习近平在2026年的这个春天已经输不起任何一个朋友。这就是苏林这位老牌特工出身的领导人给习近平上的第一堂外交课。更让习近平头皮发麻的还在后头。4月22日，苏林刚刚回到河内，韩国总统李在明就前脚后脚抵达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越南第16届国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之后，首位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换句话说，苏林2度上任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元首不是中国人，是韩国人。李在明带着什么来？带着核能合作，带着基础设施大单，带着人工智慧、半导体、清洁能源、先进技术的全套技术转移方案。双方一致同意，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提升到1500亿美元。会谈结束后，韩越两国各部委一口气签署了12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更刺骨的细节是，李在明和苏林双双提到，要在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维护东海和平稳定。注意，这个东海，越南指的是南海。换句话说，韩越两国隔空对北京放话，南海有规矩，不是你说了算。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计划主任葛雷格里波林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给了一个冷冰冰的判断。他说，苏林的访华行程凸显越南正在重新调整其对美及对华关系。在美国修正主义主导的新世界里，为了美国投资或美方偏好的标准而与中国保持距离，已不再被视为可行。换句话说，越南要全部我都要，对中国笑脸相迎，对德国交付大单，对韩国深度结盟，对美国保留通道。美国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吴翁教授说得更狠，他警告，越南若在缺乏足够防护机制的情况下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会对越南的安全、繁荣与自主性造成负面影响，也将损害其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这就是苏林这场访华秀的真相。表面上是社会主义兄弟情深义重，实际上是公安系统出身的苏林，用最高超的谍报手腕，把习近平耍了个团团转。帕克在预言里早就说过，2026年起，中国的东南亚邻居会表面恭顺，实则离心离德。他甚至专门点名越南，认为越南会成为东南亚国家中第一个让北京尝到苦头的国家。苏林这一手可以说是预言的完美兑现。但是别急，苏林的出卖只是这场大戏的开场白。习近平真正的麻烦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藏在他越来越藏不住的健康状况里。2024年7月，第一次传出习近平在3中全会上中风倒地的消息，当时各路评论员都觉得不太可信。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在脸书写文分析，说大事初报无细节，这条消息一上来就有那么多细节，反而像是假的。但是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谣言就再也没停过。2025年5月底6月初，习近平消失整整14天。俄罗斯的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 直接爆料说，克里姆林宫收到对外情报局报告，习在5月25日到26日夜里突发心脏病，6月第1周又突发2次心脏病。等到习出现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机场时，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一见面就特别祝他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这种非外交场合的关心话被时政评论员周晓辉在大纪元撰文点出，这透露2个秘密。第一，习身体确实出了问题，不再健康。第二，哈方对中共掩盖的习身体乃至权力丧失的秘密已经知晓。到了2025年10月，距离4中全会只剩11天的时候，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在 YouTube 节目上突然插播一条重磅消息，说中共内部人士向他爆料，习近平当天在北京突发中风，情况极其危险，正在紧急抢救之中。同时，
正在朝鲜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被下令紧急回国。更诡异的爆料还在后面。据传，301医院原本主治习近平脑中风的上姓主任医师被迫被轻生，所以中南海干脆从德国请了医生过来北京，专门照顾习近平。从德国飞到北京要1天的飞行时间，这意味着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习近平的中风应该在10月9日之前的2-3天就已经发生。知名分析评论员吴家龙在脸书连发数则贴文，他指出，从2024年7月到2025年10月，短短1年多时间，习近平已经传出3次中风，前2次都抢救过来，但是越往后抢救难度越大。他甚至大胆提出一个更可怕的猜想，习近平不是真的中风，而是被中风。据说反习势力已经和习近平谈好，逼他交出权力，让他住进医院治疗，对外宣称是中风，这样既保住了党的面子，也给习近平和他的家族留了一条退路。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蔡文轩在2026年1月15日的研讨会上做了一个更专业的分析。他用了 3D 骨架技术、生理特征监控、身形指数 ABSI 等新技术手段，逐帧比对习近平近5年公开露面的步态与面相。他得出的结论是，习近平整体健康曾经不好过， BMI 指数上下剧烈波动。2025年9月3日的阅兵式上，习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步伐明显比2019年沉重得多，和普京并肩时呼吸急促，演讲时缺乏力道。这位学者最后预测，2027年中共21大习延任应该没问题，到2032年22大时，他健康若无大碍，至少会续任中央军委主席。但是注意，这个预测有2个关键条件，第一是身体不出大事，第二是党内势力要继续配合演戏。可就在习近平4月15日欢迎苏林的仪式上，敏锐的观察者看到了让他们冷汗直冒的细节。央视一反常态，没有在快报和下午3时前各节新闻中放出近距离特写，只播远景，直到傍晚6时前后，新华社才一口气放出9张照片。画面中，习近平左侧白发明显增多，气色虽然如常，但走路步伐略显颠簸，有些拖沓。这个画面几乎是2024年8月那场21天消失之后，习近平再次接见苏林时的翻版，同一个外宾，同一场仪式，同一种异常拖延的官媒处理方式，舆论一片哗然。更加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罕见地公开对中国表态。他说，在追溯新冠病毒源头问题上，对中方的不透明态度感到非常失望。一个世卫总干事敢在2026年公开指责中国不透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在国际社会的个人威望已经从巅峰跌落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低点。从历年中共两会习近平桌上的茶杯也能看出端倪。每年两会，其他与会高官的桌上只放一个茶杯，但是在2019年、2021年、2023年及2024年的两会上，习的桌上是摆放着2个茶杯。为什么比别人多一个茶杯？海外观察人士的解读是，习可能需要喝特殊的中药茶或保健饮品，这个小细节背后折射的是中央保健委对习近平身体状况的高度关注。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城楼的阅兵式是另一个重要的观察节点。当时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是他的步伐沉重，登上城楼时明显比身边的2位独裁者吃力。央视新闻在剪辑时刻意剪去了他走下飞机阶梯的片段，只留下随行官员的镜头。这种剪辑手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从2024年初开始，央视在处理习近平登机下机的镜头时，几乎都采用了这种跳跃式剪辑。杜文这位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在2025年10月之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放出新的爆料。他多次强调，自己的消息来源是中共内部的红二代，这些人手里握有习近平健康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一场直播中提到，习近平已经不再能够连续完整的读完一篇超过5分钟的稿件，所以央视新闻联播的习近平讲话片段几乎全部都采用了短切镜头技术，每个镜头不超过30秒就要切换。当你下次再看央视新闻联播，特别留意这个细节，你会发现
习近平的讲话画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完整的长镜头。这种拍摄手法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然后到了2026年4月28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会议由习近平主持，通稿吹嘘今年起步有利，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但是放眼一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4%， 远低于 GDP 增速，3月份甚至只有 1.7%。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1.2%，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0.4%， 销售额下降 16.7%， 民间投资仍为负增长。这些数字背后的潜台词是，习近平用宏大叙事掩盖老百姓的微观体感，已经越来越掩盖不住了。帕克的预言里有一句更狠的话，他说2026年的中国会出现一个现象，那就是领导人健康问题的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将会出现第一次对撞，内部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外部听到的官方说法却越来越死板。当这个落差到达临界点时，党内的某一群人将会主动把死人拉出来，当作挡箭牌。这个死人是谁？就是已经走了快4年的江泽民。要解释这场死人保活人的大戏，我们得先回到21年前。2004年7月21日到23日，那是江泽民第7次视察浙江。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谁？就是后来的习近平。江泽民下榻在西湖国宾馆，习近平亲自陪同接待。据茅台酒报2005年6月30日的报道，习近平在西湖国宾馆宴请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自曝说自己特别喜欢喝茅台，去年用80年的茅台酒接待了江泽民夫妇。这篇报道乍看很普通，但是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味道不对。江泽民在2004年9月才正式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而他7月去浙江看习近平，这是去做什么？台湾上报独立时评人杜正在2026年4月19日的长文中一语道破，这是将亲自考察习近平钦定习为胡锦涛之后的中共总书记，这就是习江第一次秘密交易。江泽民钦定习近平接班，条件就一条，习近平上台后必须保住江家的核心利益。这个交易发生时谁都不知道，包括胡锦涛本人，但是他的果实3年后就结出来了。2007年中共17大，习近平直接从一名普通中央委员跳级成为政治局常委，绕过所有竞争者，顺势成为储君。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死后，习近平在公开场合罕见地流露真情，紧紧拥抱江绵恒，并一直给予安慰。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喊出要继承江泽民的遗志。在习近平的内心逻辑里，他的权力来源不是中国人民，而是那位80年茅台陪他畅饮的江泽民。第二次交易发生在2018年，当时的习近平刚刚通过反腐打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江派要员，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要清算江泽民这个腐败总后台。可是实际上，杜正在文章中写得很清楚，这只是一个假动作，动了江泽民等于要从党章中删除他的3个代表，动作太大，可能亡党。于是习近平选择了第二次交易，代价是让打虎英雄王岐山退居2线，换取江派支持。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让习可以终身掌权。这次交易最有意思的副产品就是2021年11月的彭帅事件。网球名将彭帅公开举报江派前常委张高丽性侵丑闻，但事件最终以彭帅被消音收场，张高丽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为什么？因为张高丽是江派核心人物，动他就违反了第二次交易的契约精神。第三次交易发生在2022年中共20大，那次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全世界都看到的诡异事件。胡锦涛在闭幕会上被工作人员强行架出会场，随后李克强、汪洋等团派人物全部出局，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团派被正式清除出权力中心。杜正指出，这背后就是江派和习的联手操作。中共20大换届后，江派背景官员仍占据高层，包括留任20届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和赵乐际，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换句话说，习近平用团派的人头换了江派的继续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交易的时机正好是江泽民身体急转直下的关键时刻。江泽民死于2022年11月30日，距离20大闭幕仅仅1个多月。也就是说，江泽民临终前最后一份政治遗嘱就是亲自签字确认，把江派的政治资产全部过户给习近平的延任合法性。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团派的全军覆没，以及胡春华这个原本要接班的红二代被永久打入冷宫。李克强之死也是这场交易的一个注脚。这位被普遍认为是团派核心、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总理，在2023年10月27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68岁。他的死亡来得太巧合到让很多海外观察人士产生强烈质疑。但是不管怎样，李克强一死，团派的精神象征就彻底崩塌了。整个团派从中共政治舞台上被连根拔起，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这就是第3次交易的全部代价。习近平拿到了20大的全面胜利，江派则保住了在高层的核心席位，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被外界忽略了，那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交易里第一次把自己摆在了与江派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他不再是江泽民的接班人，而是江派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为4年后的第4次交易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这3次交易帮助习近平完成了从接班人到核心再到终身领袖的3级跳，每一次跳跃他都要付出代价，每一次代价他都要把更多的肉割给江家。但是到了2026年，习近平发现自己没肉可割了。过去3年，习近平大量拿下自己提拔的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斗倒另一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后，自己也被拿下。中纪委书记李希打下自己主政广东时的副手马兴瑞。中联部、外交部、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海军、空军几乎没有一个系统幸免。整个习家军内部变成了一个自我吞噬的怪兽，越搞大清洗，习越陷入有权力而无权威的统治危机中。而与此同时，江派太子党却在经济领域悄然夺城。我们来看2025年以来的一份名单。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中国市场大肆投资，与星巴克成立合资公司，持有最多 60% 的股权，收购北京 SKP 高端百货约42到 45% 的股权，参与蜜雪冰城、宁德时代、恒瑞医药等基石投资，控股金科服务。江派前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控制的中国私募股权公司 CPE 元丰持有汉堡王中国约 83% 的股权。这只是冰山一角，在金融界、互联网、消费零售、航空航天，江派太子党的触角无处不在。杜正的文章里提到一个更可怕的传闻，过去江派权贵在金融界和互联网领域夺城的背后，曾传闻隐藏着惊人的政治野心。他们联手的背后夹杂着不为人知的逆天计划，精心在互联网和金融等核心行业布局，一旦时局有变，能迅速推出自己人登顶政坛，接掌中共政权。注意这个关键词，一旦时局有变。谁来定义时局有变？是张又侠？是温家宝？还是某个尚未浮出水面的红二代联名信？2025年11月，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还在公布关于200名红二代联名要求习找接班人的传闻分析。当时这个消息被当局压下去了，但是到了2026年3月，中纪委连提50次自我革命的怪异现象，又让这份名单在海外华语圈子里被反复翻出来。于是2026年4月，习近平终于走到了第4次交易的门口。这次交易，他要付出的代价已经不是肉，是骨头了。2026年是江泽民的100年冥诞，他生于1926年8月17日，到今年正好满100岁。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共官方在3月初正式宣布，毛泽东纪念堂将从3月16日起到8月31日闭馆，进行内部维修改造施工，期间暂停对外开放。这个时间点精心算计，正好覆盖江泽民冥诞。毛泽东纪念堂2楼现有6个革命领袖纪念室，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海外观察人士几乎一边倒地推测，这次半年的内部维修改造
极可能是要在这6位革命领袖之外增加江泽民的纪念室。如果这个推测属实，这就是所谓抬江保习的政治大手笔。抬江保习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把江泽民抬上神位，让他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成为中共第3代核心、改革开放接力人，3个代表理论的创始者。同时，习近平则站在江泽民的肩膀上，把自己包装成江的政治遗嘱执行人，从而为自己在2027年21大的延任铺好一条党内无人能反对的合法性红毯。这是一招险棋。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纪念堂2楼那6个纪念室是怎么形成的。毛泽东纪念堂于1977年9月9日对外开放，建筑总面积 3.3万多平方米。2楼最初只有毛泽东一人的纪念室。1983年，纪念堂进行扩建，增加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3人的纪念室。1998年，邓小平去世1年后，邓小平纪念室落成。2005年，陈云纪念室开放。从那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纪念堂的2楼格局一直没有变动。如果这次装修真的是要为江泽民添加纪念室，这将是中共建政以来纪念堂格局的第7次变动。而且这次变动的时间节点被精心选在江泽民100年冥诞的前夕，这个政治信号的强度是过去任何一次都无法相比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都知道一个道理，在中共政治文化中，纪念堂2楼的位置等于是党内神位的最高象征，能够进入这个位置的人必须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毛泽东是建党之父，周恩来是治国能臣，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朱德是建军元勋，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陈云是计划经济之父。每一位都是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标志人物。那么江泽民呢？江泽民给中国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什么？是3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把资本家请进共产党的决定，是长达13年的中央军委主席任期，是1995至1996年台海危机后的军队现代化计划。这些功劳到底配不配进入纪念堂2楼？中国民间的答案恐怕和中南海的答案完全不同。江泽民执政时期的腐败问题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蔓延，军队腐败也日趋严重，军队中买官卖官的现象增多，并持续延至他嫡系徐才厚、郭伯雄的腐败案。江泽民的腐败治国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在1999年发动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被海内外人权组织长期追责，他在领土问题上的某些妥协性做法也一直是民间的痛点。杜正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治高压和经济下行，民怨沸腾，官场在整肃之下怨气冲天，西域借死人为其壮胆，但江本人名声不佳，西高举江的招魂幡只会带来霉运。为什么是霉运？因为江泽民在中国民间的真实口碑从来没有真正被洗白过。法轮功问题、卖国领土问题、贪腐治国问题、军队腐败问题、上海帮权贵资本问题，每一个都是民众心里的钝刀。当习近平试图把江泽民推到神位上时，他等于把所有这些旧账又重新放到了今天的天平上。更糟糕的是，这次交易的代价清单不再像前3次那样只是政治权力的分配，江家提出的条件据传已经包括了3个层面。第一，给江志成、刘乐飞这些江派太子党经济特权的法律保障，未来10年不得反腐查抄。第二，重新评价江泽民在历史上的定位，把他与毛邓并列为核心。第三，为江绵恒在中科院和航天系统的旧部留出21大政治局的若干席位。这3个条件每一个都是让步，每一个都是骨头被刮一层。而帕克在跨年预言里的一句话，此时此刻显得格外刺耳。他说，2026年的中国将出现一场死人对活人的逆袭。看似一个衰老独裁者用历史圣人为自己加冕，实则是这位独裁者对自己权力末路的最后求救。当中国领导人开始向坟墓里的人借光时，光不会来，黑暗反而会加速降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4月对习近平来说是他执政以来最难堪的一个月。苏林前脚踩着红地毯，后脚签下德国高铁大单，江泽民的纪念堂正在被悄悄翻新，等着他这个徒弟低头来上香。中纪委的办案指标还在继续，
每天都有新的官员被带走。11名人大常委会委员在4月27日集体缺席，多名上将宜出事。央视屏幕上突然出现8964的数字，被紧急撤下。山西省发生重大刑案，海外的杜文、爆料人、红二代联名信不断。网络上习近平你在哪里的寻人启事第 N 次刷屏。帕克说，2026年4月到6月是中共第一个转折窗口。这3个月之内，一个高层官员会神秘消失或暴毙。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高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中南海正处在一个前所未见的权力真空临界点。我们再回头来看，苏林的这场高铁外交为什么这么让习近平痛？因为它击穿了习近平最在意的2条底线。第一条是社会主义兄弟情谊。苏林表面上把这个叙事捧上了天，实际上把整个高铁主动脉交给了德国，这等于告诉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只是嘴上说说。第二条是习近平的个人光环。苏林访华期间和习近平笑脸合影，回国后第一个接见的却是韩国总统李在明，这等于告诉中国内部的反西势力，连社会主义邻邦都不再对西有信心了。当外部信用塌方和内部信任崩塌同时发生，独裁者的选择只有2个，一是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转移视线，二是低头认怂，向元老和派系交出更多权力。帕克的预言中提到一个诡异的细节，他说2027年才是台海最危险的窗口，2026年中国不会打台湾。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习近平还没有准备好打仗，他连自己的军队都掌控不住，他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不知所踪，张又侠据传被处置，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火箭军司令都换了不止一轮，一个自己军队都信不过的领袖，怎么可能下令打台海？所以他只能选第2条路，低头认怂。低头认怂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死了快4年的江泽民和他的儿孙。这就是这场大戏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一个活住的看似权力无边的大国领袖，在2026年的春天要靠给死人翻新纪念堂，给死人庆祝100年冥诞，给死人的家族让出经济特权，给死人的派系让出政治局席位，才能保住自己在2027年21大上的连任。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当年江泽民给了习近平一杯80年的茅台，今天习近平要把整个中共的合法性根基还回去。当年江泽民钦点他为接班人，今天他要为江绵恒、江志成、刘乐飞这些江家2代3代的商业帝国背书。当年习近平在18大反腐高歌猛进，今天他要对江志成持有的星巴克中国股权、北京 SKP 股权、宁德时代基石持股闭一只眼。这就是杜正文章标题里所说的揭秘围绕西权力的4次中南海派系交易，前3次西是赢家，第4次西是输家。帕克说2026年是中共气数的最后一道光，这道光不是新生的曙光，而是回光返照。当一个独裁者要靠死人的招魂幡来保自己的权力时，这个体制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再看一个细节，中共官方4月15日苏林访华期间，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的处理手法异常拖延，直到傍晚近6点，新华社才一口气放出9张照片。为什么这么晚？因为内部审片的流程比以往更加复杂。据海外消息，每一张关于习近平的近距离照片现在都要经过3层审核，第1层是中央保健委，第2层是中央办公厅，第3层是中央宣传部，3层审核才能放出。任何一张步态稍有异常的照片都会被卡住。中央保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这个有御医之称的副部级官员，2023年从卫健委党组成员升为党组副书记，2022年5月明确为正部长级。他的职权范围已经从专业保健扩展到对习近平公开影像的审核权。换句话说，今天的习近平能不能上镜，曾益新一句话就能定。为什么要管控到这个程度？因为任何一张不合格的照片都会在海外被放大解读，任何一个不合格的步态都会引发新一轮的中风猜测，任何一个不合格的眼神都会被剪辑成中南海内斗的证据。这就是帕克所说的独裁者的可见度危机。当他越想被看见，
他就越容易被看穿；当他越想隐藏，他就越容易被传谣。最后他被困在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里，不出来不行，出来更糟。从4月14日苏林抵京，到4月22日李在明抵粤，到4月28日政治局会议，再到毛纪念堂8月31日重新开放这条时间线，几乎完美对应了帕克预言中所描述的2026年中国视觉化分裂的4个阶段。第一阶段，外交底牌被掀，苏林的高铁外交完成。第二阶段，邻国信任崩盘，李在明访粤，韩越深度结盟。第三阶段，经济叙事破功， GDP 数据与消费体感的鸿沟拉到极致。第四阶段，党内合法性折旧，江泽民100年名单成为政治符号。当这4个阶段在3到5个月内依序发生，中国共产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权力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不是新领袖崛起，而是旧核心瓦解。帕克在预言的最后说，2026年到2029年，中国将经历一场长达4年的核心动荡期。这场动荡不会以一场政变或一场革命的形式爆发，而是以一连串看似无关但实则互相触发的事件链展开。苏林的高铁外交是其中一环，江泽民的100年名单是其中一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是其中一环，红二代联名信是其中一环，三峡大坝或某条铁路的事故将是其中一环，香港某栋标志性建筑的失火或倒塌将是其中一环。最终，当所有这些环节串联起来时，世界将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没有单一强人核心的中国，一个重新进入派系平衡时代的中国。而帕克说，到那时，孙中山的某个理念会以一种谁都意想不到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我们不知道这段预言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会应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2026年的这个4月已经为这个预言开启了第一道大门。这扇门打开之后，习近平会走向何方？有3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体面下台。中央研究院蔡文轩研究员的分析中提到一个重要观点，党内已经有一股力量希望习近平以健康理由主动辞职。这个版本的剧本是2026年下半年的某个时刻，习近平的中风或心脏病传闻会再次发酵，然后他正式宣布因健康原因休养，由副主席韩正或者一位过渡型的政治局常委代行职权。等到2027年21大召开时，习近平正式退居二线，但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作为太上皇室的存在。这个版本对中共最有利，可以避免党内公开分裂，也可以给习家保留体面的退路。第二种可能是强硬延任，这个版本对应帕克预言中那个更黑暗的剧本。习近平拒绝下台，他通过台江保习换取江派支持，通过军队大换血压制反对势力，通过外交强硬转移内部矛盾。如果2027年台海情势进一步恶化，他甚至可能用一场局部军事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帕克明确指出，2026年中国不会打台湾，但是2027年的风险急剧上升。如果这个版本成真，整个亚洲都将被拖入战争阴影。第三种可能是内部变天，这个版本最为激烈，但也最符合帕克所说的视觉化内部分裂。如果张又侠在军队内部的支持率继续上升，如果红二代联名信再次扩大，如果经济下行压力突破临界点，那么一场类似华国锋被取代式的内部交接，可能在2026年底到2027年中之间发生。这个版本最不可控，也最有可能引发中国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无论哪一种可能成真，2026年的这个4月都已经是一个无法回头的转折点。帕克在跨年预言的最后说了一段更具体的话，他说，我看到一个面孔模糊的中国领导人站在一座古老的纪念堂前，他手中握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另一个已故的领导人。他低下头，眼神里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疲惫与算计。他知道这场交易必须完成，但他也知道完成之后他将失去自己最后的尊严。这个画面是不是就在告诉我们2026年8月17日江泽民100岁名单当天的那个场景？毛泽东纪念堂刚刚重新开放，新增的江泽民纪念室里，习近平亲自前往敬献花篮，现场摄影机记录下他俯身鞠躬的镜头。那一刻，
整个世界都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者，谁又是不得不低头的求救者。这就是台江宝席的真实画面，也是帕克预言中那个低头的领导人的真实身份。苏林笑着踏上了中国高铁，又笑着把订单给了德国。习近平笑着欢迎了越南兄弟，又只能默默走向毛纪念堂的施工工地。江泽民躺在那里已经4年没说话，但是他的100年名单正在被一张张请柬送进中南海。这就是2026年4月的真相。帕克的预言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寸一寸向我们走来，而下一个倒下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